还不知道焦大哥的太爷受的苦啊！如今到了这步田地，甄大爷和荣哥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，里头的女主们也让府里的衙役抢得披头散发，戳在一个空房间里头。那些不生材料的狗男女，就像猪狗似的给拦了起来呀！完了完了！不料一败涂地到如此啊！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谢谢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爷呀！我要上食堂那个户籍了，我活了80岁了，我就是帮着太爷苦人的，哪有叫别人捆的呀？我要到食堂里哭进去呀！老爷，老爷，请老爷进来瞧瞧老太太，在小房打听都合适吧？老太太怎么了？老太太她不说了。老太太的心情啊！老爷，老爷仍旧好好的进来了，请老太太安心吧。我的儿不想进了赵府。老太太，你放心，本来事情原不小，承蒙主上天恩，还有2位王爷开恩，万般正确。众人俱不敢走散，独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。怎么了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见门总封锁，丫头婆子亦锁在几间屋内。邢夫人无处可走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天哪！邢夫人随后又往凤姐那边去，见2门旁设一上封条，唯无门开着，里头无言不绝。邢夫人进去，见凤姐面如纸灰，合眼躺着，平儿在旁安哭。太太不要哭，奶奶抬进来时，觉像是死了，后来请得歇息一回，苏过来哭了几声，如今痰息气定，略安一安神，太太也请定定神吧。邢夫人失魂落魄的又转回到贾母这边，见眼前俱是贾政的人，自己夫子被拘，媳妇病危，女儿受苦，现在身无所归，哪里经得住？宝子，大太太，我苦命啊！我现在是身无所归，也没大害太平远的。别伤心，别伤心了。
活了80多岁，自做女孩起到你父亲的手里，都托着祖宗的福，从没有听见过那些事。如今到老了，见你们倘或受罪，叫我心里过得去吗？倒不如合上眼，随你们去吧。众人劝慰了一阵，王夫人念及邢夫人如今家产都没了，因此令人收拾了几间房屋请邢夫人暂住，又拨了几个丫头婆子服侍。完了，全完了。第二天，贾政正在召集听候内信，只见薛科气吁吁地跑进来。我再三央说，又许了他们钱，好容易才进来的。这里的事儿我倒想不到，但东府那边的事儿我听见说已经完了。他们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啊？今朝为我哥哥打听绝罪的事儿，在衙内闻得有2位御史封文的甄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赌博，这一款还轻，还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，因妻女不从，临逼致死。那御史还怕不准，又拿了咱们家包二去，还拉出了一个姓张的来。这回恐怕连督察院都有不是，为的是姓张的曾告过的。了不得了！罢了，你快去再仔细的打听来，是，快去！哎呀，薛科宽慰了几句，即便又出来打听去了。隔了半日，仍旧进来。怎么样啊？事情不好，快说！我在行河打听，听得说李御史今早参奏，平安州凤城京官迎合上司，虐害百姓好几大款。哪管他人之事啊？到底我们打听的怎么样？那参的京官就是舍老爷，说的是包揽辞送，所以火上浇油。就如同朝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，谁肯送信？就如才散的这些亲友，有些竟回家去了，也有些远远的歇下打听。可恨那些贵本家便在路上说，祖宗治下的功业现在弄出事儿了，不知道飞到哪个头上，大家也好施威。哎呀，这都是我们那个大老爷推糊涂了，都是东府也推不成事体。哎，我烦你再去打听一下，现在就是有好亲，户头上都不便送信，是你就好通信了。若有信，能够早一步才好。快去，快去！大喜大喜！请问大人有何谕旨？我们王爷同西平王爷进内复奏，将大人的惧怕之心、感激天恩之话都带奏了。主上甚是敏恤，并念及贵妃客事未久，不忍加罪，卓家安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，所封家产为贾赦的入关，余据己还。贾赦名下南妇人等俱造册入关，为超出的借券，令我们王爷查核。如有违禁重利的，一概照例入关；其在订立生息的，同房地文书进行己还。贾琏革去职衔，免罪释放。谢圣上隆恩，谢王爷恩典。先请长史官大人代为禀谢，明臣到阙里谢恩，并到府里磕头。可怜贾琏屋内东西，除将按例放出的文书发给外，其余虽未进入关的，早被查抄的人进行抢去，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。贾琏实则具罪，后蒙释放已是大幸。都
都抢去了。但凡之前的东西都抢了去。这是哪世里造下的孽？如今事也如此，东西已经不能复来。可是奶奶这样，还是再请了大夫调治才好。呸！我的性命都不保，我还管他吗？你还有脸哭？若不是你，何其连累于我？辛苦半辈子积下的家业，就这样顷刻间没了，就这样顷刻间没了。你别不打视我，到了这样田地，你还哭我做什么？我巴不得今儿就死了才好。只要你眼里有我，我死之后，你抚养大的条件，我在阴间里也感激你的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老爷太太虽没有说我，也必抱怨我。虽说事儿是外头闹，我若不贪财，如今也没有我的事，不但枉费了心机，争了一辈子的强，如今反倒落在人后头。皇甫听得那边大老爷的事儿，说是强占2名妻子为妾，不从必死，还有个姓张的在里头。你想想，这事儿还没有谁。若审出来，咱们2爷是断不了的。我那时怎样见人呢？我要即刻就死，又担不起吞金服毒，你倒还要请大夫，不是为国，反倒害了我。贾政传了赖大，叫他将何府里管事家人的花名册子拿来，一起点了一点。除去假设入关的人，尚有30余家，共男女212名。贾政叫现在府内当差的男人共21名进来，问起历年居家用度，共有若干进来，该用若干出去。我因官事在身，无大理家，故叫你夫妇总理家事。那重力盘剥究竟是谁干的？啊？况且非咱们这样的人家所为。如今入了关，在银钱是不打紧的，这种声名出去还了得吗？侄儿办家事，并不敢存一点私心。所有出入账目，自有赖大、吴新登、戴良他们登记，求老爷问他们就是了。现在这几年，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，虽没有补贴在内，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。求老爷问
太太就知道了。这些放出去的账，连侄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银子，要问周瑞、棒儿才是。据你说来，你自个屋里的事儿你都不知道，但是家里上上下下的事儿你就更不知道了。这几年府上已入不敷所出，又加连年公力花用，账上在为府借的也不少。再查东省地租，今年所交不及祖上的一半，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10倍了。哎，这还了得吗？我还打量有莲儿在管事儿，大概自家把持。岂知道这几年里已经是寅年用了卯年的了，还这么装着好看，竟把个市值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儿，那还不败吗？老爷其实不必焦虑，家家都是这样的。老爷常年不管家务，哪里知道这些？放屁！就说你们这帮奴才是最没有良心的，趁着主人好的时候任意开销，等倒腾光了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还顾主人的死活吗？我祖上勤劳王室，立了功勋，得了2个世职。如今2房范氏都割去了，老天爷啊，老天爷！我贾家何至也一败如此啊！贾政环视着荣禧堂，旧日繁华犹似眼前。座上珠玑朝日月，堂前俯伏换烟霞，瞬间家破人散。倘若我珠儿在世，也有个帮臂呀。话说贾政被召进内廷问话，上下男女等人不知传进贾政是何吉凶，都在外头打听。鸳鸯，鸳鸯，在老太太。你且去院内，去焚去斗香了，再去各处佛堂上香。是。家门数世以来，不敢心胸霸道。我帮扶主子，虽不能为善，亦不敢作恶。必是后辈儿孙交齿报疑，暴殄天物，以致和服朝见。现在儿孙兼济，自然凶多吉少。
皆有我一人罪孽，不教儿孙，所以至此。纵有何家罪孽，我情愿一人承担。若皇天见怜，念我虔诚，早早赐我一死，宽免儿孙之罪。贾政进了内廷，见了枢密院各位大人，又见了北静王爷。奉旨意，主上因御史参奏贾赦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。据该御史指出，平安州相互往来，贾赦包揽辞送，严居贾赦据供平安州原系姻亲来往，并未干涉官事，该御史亦不能指实，唯有以示强所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实的，然系玩物，就非强所良民之物可比。虽石呆子自尽，以系疯傻所致，与逼勒致死者有见。今从宽将贾赦发往台站，效力赎罪。所参贾珍强占良民妻女为妾，不从，逼死一款，提取督察院原案，堪得尤二姐实系张华指腹为婚，未娶之妻，因一贫苦自愿退婚。尤二姐之母愿结贾珍之弟为妾，并非强占。在尤三姐自刎掩埋，并未报官一款，查尤三姐原系贾珍妻妹，本意未依责配，因被逼所定理，众人扬言秽乱，以致羞愤自尽，并非贾珍逼勒致死。但深悉世袭之冤，枉之法纪，私埋人命，本应重治，念究属功臣后裔，不忍加罪，以从宽革去世职，派往海疆效力赎罪。贾蓉年幼，无干行事。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，居官尚属情甚，免治一治家不正之罪。谢主隆恩。老爷回来了。母亲，方才王爷传旨，圣上已经施恩宽免，请母亲别伤心了，好生保养才是。我已听说了。老太太，好死我！请母亲放心，大哥虽在台站效力，那也是为国家办事情，不至于受苦的。若是办得妥当，就可以复职。征儿呢，正是年轻，很该效力。如若不是这样，便是有祖父的余德，也不可久享啊。那你大哥和珍儿现已定案，可能回家。蓉儿既没他的事，也该放出来了。若在定力，大哥是不能回家的。我已经托人寻个私情，让我们大老爷跟侄儿回家，好筹办行状。衙门内业已应了，想来那蓉儿能同他爷爷、父亲一块出来，请老太太放心吧，儿子办去。我这几年老得不成人了，从没有问过家事。如今东府是全抄去了，房屋入关不消说的，你大哥那里、莲儿那边也都抄去了。咱们西府银库、东省地图，你知道到底还剩多少？
他两个起身，也得给他们几千银子才好啊。若老太太不问，儿子也不敢说。如今老太太既然问到这里，莲儿也在这儿。昨日儿子也查了，旧库里的银子早已虚空，不仅用尽了，外头还有亏空。可大哥这事儿如果不华银托人，只有尽所有蒙圣恩没有动过的衣服、首饰折变了，给大哥争儿做盘费罢了。过日的事儿再做打算吧。我虽没有经过，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10倍，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，没有出这样事，已经塌下来了，不消1、2年就完了。据你说起来，咱们家这1、2年就不能支了。若是那2个侍奉不动，外面还有些挪移。如今呢，无可指称，谁肯接济？说起亲戚来，用过我们的都穷了，没有用过我们的，谁也不会照管了。儿子也没有去细查，只是看了家下的人丁册子。你别说上头的钱一无所出，那底下的那些人也养不起许多了。大老爷、郑大爷、荣哥回来了。老爷，老太太，不孝子孙请罪来了。儿孙们不长进，把祖上的功勋给丢了，又让老太太伤心，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啦。道宣打算出他2人的使用，道爷在家也只得住上1、2日，迟了人家不依的。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，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，那时误了亲线怎么好啊？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。就是家中如此乱。
我且将我做媳妇儿到如今积攒的体己都拿出来，你们听我一一分派。这是3000两银子，你拿去做你的盘费，留1000给大太太另用。谢老太太恩典。珍儿，可怜你那边房子也收了，下人也没了，我这院后边还有几处空房子。如今你媳妇儿和蓉儿媳妇儿便过来居住吧。谢老祖宗恩典。给你这3000两银子，你只许拿1000，留下2000，教你媳妇儿过日子，仍旧各自度日。房子是在一处，饭食各自吃吧。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。谢老祖宗恩典。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，如今弄得精光。我睡过去那会子，可有人来抢我。太太他们都在前头老太太屋里呢。我做你，死活也要我自己去了。当家几年，也结了不少仇怨，这会子见我败了，都沉冤。奶奶这又何必呢？放宽心，自己保重才是。还有老太太疼奶奶呢。莲儿也下心肠，留下我不管。老太太一定也恼我，不疼我的，是死是活，也要去了。这是太爷留下来的衣服，还有我少年时穿的衣服首饰，如今我用不着了。男的呢叫大老爷，珍儿、莲儿、蓉儿拿去分了；女的呢叫大太太，珍儿媳妇儿凤丫头拿了分去。莲儿，老太太，这500两银子交给你，明年你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去。好的，老太太。现在还该着人的使用，这是少不得的。你拿着这金子去变卖偿还。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，你也是我的儿子，我并不偏向。宝玉已经成了家，剩下这些金银等物，大约还值几千两银子，这是都给宝玉的了。珠儿媳妇儿向来孝顺我，兰儿也好，我也分给他们些。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。老太太，您这么大的年纪，儿孙们没有一点孝顺，承受祖先这样的恩典，叫儿孙们无地自容啊！别瞎说，若不闹出这个乱子，我还收着呢。只是现在家人过多，
只有二老爷是当差的，留几个人就够了。你就吩咐管事的将人叫齐了，他分派妥当，各家有人也就罢了。譬如一抄近了怎么样呢？我们里头的也要叫人分派，该配人的配人，上去的就上去。如今虽说咱们这房子不入关，你到底把这园子交了才好。那些田地原交给莲儿去清理，断不要支架子做空头。是，就按母亲吩咐的料理，儿子去办。母亲，这半日你也乏了，该养养歇歇神。该给你们的都给了，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，等我死了，做结果我的使用，余的都给服侍我的丫头。请老太太宽怀，只愿儿子们都托老太太的福，过些日子都邀了恩眷，那时候兢兢业业的都抄起家业，以树前迁，奉养老太太到100岁的时候了。起来吧。但愿这样才好，我死了也好见祖宗。你们别打量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呢。不过这几年我看看你们轰轰烈烈，我落的都不管，说说笑笑的养身子罢了。哪知道家运一败，直到这样。若说外头好看，里头空虚，是我早知道的了。只是居一气，养一体，一时下不得台来。如今借此正好收敛，守住这个门头，不然叫人笑话你。你们还不知，只打量我知道穷了，便着急的要死。我心里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勋，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，能够守住也就罢了。奶奶，二奶奶，凤儿，快去上房告诉二奶奶不好了！奶奶看看，我们奶奶不好了。啊？怎么不好？如今气都接不上来，平姐姐叫我来回太太。哎呦，这些冤家就要磨死我了！鸳鸯，扶住，我要过去看看。老太太都伤了好一回心了，又分白这么些事情，你也就该歇歇了。要是这孙媳妇有什么事儿，也该媳妇去瞧就是，何必老太太亲自过去呢？倘若再伤感起来，老太太身上有什么不是，叫我们这些做儿子的怎么是？你们各自出去，等一会儿再进来，我还有话说。鸳鸯，好生派人拿了给你二奶奶的东西，跟我过去。是。这会子怎么样？别动，你好些了吗？我从小过来，老太太
知我福气薄，不能在老太太和太太跟前心条小心，公婆跟前讨个好。你们还这么把我当人，叫我帮着料理家务。如今被我闹得7点半的，我还有什么脸来见老太太和太太？今儿老太太和太太亲自过来，我更当不起了，恐怕该活3天，要折上2天去了。那些事也是外头闹起来的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了，这也算不得什么呀。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呀，任你自便。鸳鸯，给你二奶奶瞧瞧。凤姐本是贪得无厌的人，如今被抄进境，本是愁苦，又恐人埋怨，正是己不欲生的时候。不想今儿贾母仍旧疼她，王夫人也没嗔怪，过来安慰她。我这里还有3000两银子，你自己收着，不许莲儿用。如今你既病着，叫平儿来拿去。又想贾琏无事，心下安放好些，便在枕上与贾母磕头。请老太太放心，我的病若是托了老太太的福，好了些，我情愿自己做个粗使丫头，尽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。老来福